基本上像你这个扳手的话，通常大概在10号、8号，这个还有13号这几款会比较常用到，然后在推的时候觉得刹不住的感觉，然后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先做一个细部的调整，在这里，所以我们把这个螺丝把它推进去，有没有看到？它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把手，一个密合度是很好的。那我们今天来到台南市辅具资源中心，然后这边是地下1楼的维修部。我今天来访问一下这边的维修技师，那请他教我们一些实用的技巧，这样子。那请大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里的维修师，我叫李道玉。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在维修的一个地方。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摆放工具的地方哈。然后比较基本款的就是一些扳手，扳手这个部分，还有老虎钳子这个部分，1字跟10字的工具，这个就是螺丝起子，对，螺丝起子，还有就是这个挖胎棒更换轮椅那个胎皮的时候比较常会用到的，还有轮椅它会有比较特殊的螺丝，它是会做那个内6角的螺丝，所以比较常会用到的就是那个6角扳手，这个。内6角扳手这个，基本上大概就是这几款的工具就可以解决那个轮椅的一些故障排除。有哪一些工具，哪一些规格是我们可以比较常用，可以带去案家协助修理的？基本上像你这个扳手的话，通常大概在10号、8号，这个还有13号这几款会比较常用到。老虎钳。跟尖嘴钳，这个有时候比较细部的地方，我们需要去像拉钢丝啊什么，这种比较细部的地方会用到这个，因为手伸不到的地方，就是需要这些工具去做维修、做调整。然后我们有时候在案家会碰到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他们没有做保养的时候，很多地方螺丝会生锈，还有轴承的地方也会生锈，所以我们会建议说用这个 WD-40去先把一个锈蚀把它排除掉，让那些螺丝或轴承会更松动，然后松动之后就可以比较润滑一点。像这个内6角扳手它就是有一个型号在这里面，能看到号码，这里都是号码，然后建议说携带像这种一整组的，不用一只这样子携带，你看一整组的那个型号都在这里，大概这几个工具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故障排除。接下来要请大哥跟我们介绍的是那个轮椅的踏板调整。好。我们拿到轮椅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忘记做前踏板的一个调整，然后会导致在使用的人，他踏起来会不舒服，有时候没有踏到踏板，有一个不踏实的感觉。这里介绍2款的踏板做调整的一个方式，这台是比较基本款的一个轮椅，然后它的调整是在这里。这里有一个螺丝，这里有一个螺丝可以做调整。我们就是拿这个13号的一个扳手，就是把它松开。13号，对，好，把它松开之后，稍微动一下，然后这个可以把它转动，把它推上去，然后这样子，再把它锁紧，同样的位置，同样螺丝会把它锁紧，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动作，然后就是要把这个踏板要调平均，然后这个都是一样的动作然后这2边是要让它很平均的这样子。这个2个踏板调平之后，看看这边有没有对齐。然后我们请那个使用者坐上去之后，他的脚底一定要踏到这个踏板，然后他的大腿的部分这里要把它贴起。那这样子调整下来，就是一个做起来最适合的一个角度。
踏板调整哈，它这是有锁螺丝在侧边的，从这里去解开它，啊，这个位置，啊，你要看到这边有4个洞，啊，这有一个螺丝这样子，然后这个解开之后就可以把它做一个调整，啊，内料角板手跟这个扳手，啊，像这个是几号？这个10号，这个扳手是10号10号。这个板。那个6角扳手买轮椅的时候，它会附赠在里面。这个都是附的那个扳手。好，这个解开之后就把它抽掉啊。然后从这里，有没有看到这里会动？好，然后它有动的话，就是对准它的洞就好了。你看，我先拿出来，好，有没有看到这个洞？它就要对准这个洞。然后你去做一个调整。它等于就是4段这样子。对，它可以做4次的一个调整。你就看使用者他的那个脚的长度来做调整。一样哈，就是把那个螺丝、螺帽都把它拴进去。好，其实这2边都是一样的哈。那如果是这个松掉嘞，这下面这一块，下面松掉的话，你要看到这里有一个螺丝，这里可以做松紧的一个调整。扳手另外一个型号啊，就把它锁紧，这里，对，这里把它锁紧之后，这个就很紧了，因为有一些踏板它用久了，它也是会松动然后这常常会掉下来，然后使用者在用的时候会踢到，然后有时候搬上来又掉下来，搬上来又掉下来，从这里把它锁紧就好了，就很紧了，好。现在我们大概讲解一下这个扶手哈，因为通常扶手这个部分因为它上面橡皮是软的，有时候压久了之后，这个下面螺丝会导致车身跟扶手的位置会松动，它下面会有2颗螺丝都在下面，你看这里。这里这一颗跟这一颗，所以有时候在使用的时候，使用者他觉得松动，就觉得会不舒服，会摇晃。那家里如果有工具的话，就是从这里把它锁紧，这个地方锁紧之后就不会摇晃了，好，这样子就可以，很好的去使用它。如果刹车刹不住的地方就是通常胎皮如果磨损的话，也会导致刹车刹不住如果胎皮的胎纹还 OK 的话，我们再做这个刹车总成的这个部分做一个调整因为胎皮新的时候比较厚一点，然后用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比较薄一点，所以它这个刹车片的位置跟胎皮的位置会变大，所以我们来做这个螺丝这边这边有孔洞，这边做一个细微的一个调整，整个总成的位置会往后退一点它基本上这里有2颗螺丝去固定它，做一个松解像这个是用几号？10号，这个都是10号。那内外各一只。对，内外，因为它里面也是10号的螺丝。好，这里可以做一个前后调整，有没有看到？然后你调到它的松紧度是 OK 的，我们就把它固定住了。好，大概这个位置，我们就把它扣住。好，这样子就可以很固定的刹住这个胎皮，把它压住了。这样子。有时候在推行的时候，觉得刹车有点松，然后在推的时候觉得刹不住的感觉然后就是这里觉得很松，然后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先做一个细部的调整，在这里，在后面这里，好，我们这个可以先把它松动之后，然后把它做调整，有没有看到一个螺丝在动？准备2个工具一个老虎钳跟一个扳手，这个大概是10号的扳手这样子，然后这个螺丝跟这个螺丝把它松动一下，然后这个稍微把它动一下那有时候
没有动它的时候会卡得比较紧一点，然后做一个细部的微调，这样子往后退，这个前面这个螺母把它往前推，这样子会锁紧它，这样子它就不会滑动了。好，前面的间隙就会变得更细一点，跟台皮会越近一点，然后就是在压的时候会，你的这个刹车会比较紧一点。所以它往前锁的话，这边就会变紧。对，我们可以看前面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地方，好，我做一个对比给你们看哦。好，你看呢？这里有没有很明显？有没有看到？现在是变，现在是变松，哦，对，现在是变紧，有没有？它会动，有没有看到？那个刹车片跟胎皮的距离把它变小，好，然后再来用10号扳手把这个螺母把它锁紧，好，这样就可以了。好。像我手上这只助行器，它已经损坏成这样子，它已经不堪使用了哈，所以建议更换的哈。然后助行器会摇晃有几个原因哈，就是它下面的轮管孔洞变大了，用久了之后，它那个轮管孔洞会变比较大一点，所以会导致它整个密合度会比较差一点，所以会比较摇晃。还有一个地方，这个位置，它那个轮管也会磨损，用久了，每天这样子收合，每天收合，基本上它的材质是铝的，铝合金，所以会比较软一点，所以用久了它这里也会比较磨损。那个整个支架跟这个轮管子，它的密合度会变比较有一个间隙出来了，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缝，对，有。所以用久了它就一定会摇晃，这里也是，所以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就是要把它建议更换的。如果你看新的它就不会，整个都是它不会摇晃的，它没有间隙，那个洞使用起来就很安全。下面的底垫头如果磨损的话，建议更换。使用的时候它会导致它容易滑动，有时候碰到水或是一些比较平滑的地面的时候会滑，所以很危险。像这个单拐跟四角拐，其实它的问题都是出在下面的底垫头。如果说磨平的话，也是跟这个助行器一样，这个底垫头就是要做更换。预测椅前面有一个踏板，有时候常常会松动，常常会掉下来。这里有2颗螺丝，左边一颗，右边也一颗，那就是把它做一个松紧的调整就好了。这个都是10字扳手，然后这个扳手就会把它做一个松紧的调整，锁紧之后它就比较不会松动了，它就会卡得比较紧一点，然后它不会常常这样子掉下来。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讲解那个照顾床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扶手的松动，像你看像这只很晃动，这只就比较不会，所以在使用的时候会比较就是觉得说，它是不是故障了？结果是下面的一个螺丝松动而已，常常这样子拉动的时候在摇晃，晃久了它就会松动，所以如果家里有工具的时候，注意下面这3颗螺丝，这里有3颗螺丝。就把它锁紧就好了。这个都是10号扳手。然后跟10字螺丝，对，10字螺丝几只，这样子，你把它锁紧之后，它就不会晃动了。好，你看有没有都不会晃动了。会比较紧一点它像这只扶手，它有故障，它常常说反映说扣不住结果是这个按压把手这个位置，它里面有一颗螺丝松动了跑出来，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它跑的松动跑比较出来一点点，然后我们只要把它锁进去一点点，因为它的螺丝跑出来，所以它这边有一个细缝，把它抵住了，所以往外推，所以它一直扣不住，有一个间隙出来的，所以我们把这个螺丝把它推进去，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平了？这里平了之后，它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把手，一个密合度是很好的，然后把它推进来，扣住了一个间隙，没有了，它的密合度已经密合了，
这个就是照顾床侧边扶手的那个维修，简单的维修是这样子。好，那今天就是感谢维修技师带给我们很多很实用的维修技巧。大家就是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有工具的话，就可以动手 DIY 看看。那如果真的是有比较严重的，或是一些比较损坏程度比较大，就是大家一定要可以送来中心，然后让技师们做专业的协助这样子。那大家有觉得今天哪一项的技巧最实用吗？都可以帮我留言在下面。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